近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无端炒作在英华人律师李珍居为所谓间谍，并污蔑中国通过李珍居在英国议会从事政治干涉活动。中方对此回应称，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没有必要也不会去收买外国议员。英国方面不应借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实际上，英国情报机构的这波操作根本站不住脚。而如今，约翰逊政府深陷危机，在媒体对这个消息进行报道之后，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英国民众的怀疑声音。他们质疑英国政府正在用拙劣的手段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英国军情五处上周四发出一则关于华裔女律师李珍居的警示，声称她受聘于中国执政党，对于英国国会议员施加不当影响。根据这则警示的描述，李珍居向英国政界人士捐款，而资金来自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非英国人。这则来自英国情报部门的警示一开始是发给下议院议长霍伊尔，然而霍伊尔向全体国会议员群发了军情五处的信函，信函中还公布了李珍居的照片。这则消息随后被媒体广泛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消息曝光后的同一天，对英国军情五处的这则所谓警示作出驳斥，强调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没有必要也不会去收买外国议员。使馆发言人强调，坚决反对一些人捕风捉影，对英国的华人群体进行抹黑恐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相关提问，呼吁英方有关官员不要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更不应借炒作中国威胁论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个别人可能是007电影看多了，产生过多不必要的联想，依据个别人的主观意向就发表捕风捉影、危言耸听的言论，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周五也在脸书上发文驳斥英国有关方面的指责。梁振英表示，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描述，如果这是间谍行为，在香港的英国间谍太多了，以大律师、教授、非政府组织身份直接、间接捐款、接触立法会议员、推动西方国家议程，这些人都是间谍。实际上，英国情报机构这次的做法非常蹊跷。BBC 中文网指出，军情五处专门就某一个人发布警告，实属罕见。英方所谓的通过捐款秘密渗透英国国会，这样的指责完全站不住脚。在西方政坛，政治现金并不少见，政党组织或候选人可以接受本国公民的无条件捐款。英国法律规定，选举捐款超过7500英镑属于大额政治捐款，需要向选举委员会通报备案。捐款必须来自英国注册的选民或实体。根据公开资料，58岁的李珍居是英国公民，他在11岁时随父母从香港移居英国北爱尔兰，已经入籍英国，育有2名孩子。只要他给予政治组织的捐款按程序报备，就符合英国的法律。那么李珍居这些行为呢，实际上是在英国的这个选举法的范围之内来进行的。而且呢，在英国的选举委员会呢获得了一个登记啊，那么它也是保持了一个足够的一个透明，所以这些行为呢是完全正常的。英国的其他的政治人物呢，在这个选举过程中呢是完全都接受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政治上的现金的因此我们看不出李珍居的行为呢有什么不同之处。英国选举委员会的记录显示，李珍居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向工党资深议员加德纳的办公室捐赠了58万4177英镑；在2013年4月，给自由民主党领袖戴维爵士捐赠5000英镑；在2014年，协助赞助了自由民主党的华人晚宴，以支持该党当时在萨默顿和弗罗姆选区的华裔议会候选人沙拉扬；在2013年，向时任工党议员的迪斯莫尔提供资金，资助他以英国华人多党议会团体主席身份在北京的4天旅行。在上述捐款中，加德纳收到的资金最多。李珍居的其中1名儿子也在加德纳办公室工作，直到上周离职。根据加德纳的声明，他接收的所有捐款都有上报，也告知英国安全部门。捐款来源在当时就得到了核实。实际上，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也表示，李珍居的活动并没有达到足以被起诉的犯罪门槛，但他声称对于所谓的政治干涉活动深切关注，情报机构的所谓警告能提醒议员们提防李珍居对他们施加不当影响。
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呢，指出各位议员们也就是英国下议院的各位议员们要注意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这是用一个抹黑的方法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呢，就实际上呢，在为中英关系呢又撒了一把盐。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他们警惕的是，虽然李珍居是英国人，但他长期和中方保持联系。即使李珍居并没有隐瞒和中国的联系，他创立的李珍居律师行官网显示，其公司担任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法律顾问。该律师所在英国和中国设有办事处，受理移民、公司和商业法律方面的业务。李珍居创办的推动英国华人参政的项目，在2019年甚至获得英国首相办公室颁发的表彰杰出个人志愿的光点奖。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亲自进行嘉奖和祝贺。李珍居社交平台的照片还显示，他曾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的耳边说话。这张照片拍摄于2015年的英国 GG2 领导力与多元化大奖颁奖典礼。李珍居当时是15年来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不过，在李珍居被军情5处点名并发出所谓警示后，英国首相办公室2019年颁发的光点奖也在上周四晚间被撤销。所以呢，我们不希望英方呢将很多事情过度政治化包括李珍居事件明明是一个在法律范围之内是得到许可的一个政治上的行为不要将它上升为所谓的间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我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中英之间的一个经贸政治关系的往来就应当相向而行不要再继续在这个过度政治化此次军情5处的所谓指控疑点重重，甚至让英国民众也很难信服。英国资深记者马克·布莱克洛克向《环球时报》撰文称，在新闻媒体报道该消息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普通民众怀疑的评论，他们无法相信英国政府竟然用如此拙劣的手段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英媒近期陆续爆出2020年5月20号英国首相官邸在伦敦封城期间违规举办派对、聊天、喝酒的诸多细节，引发舆论哗然。约翰逊承认参加了这场派对，并为此做出诚挚的道歉，但道歉未能平息民众怒火。英媒又爆出2020年12月首相府内疑似举办圣诞聚会。现在英国不少民众呼吁警方对首相约翰逊违反防疫规定参加派对一事进行调查。如果派对丑闻继续发酵，约翰逊本人及执政的保守党将面临巨大压力。这一系列的负面舆情，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在解决能源、税收等问题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导致约翰逊个人支持率骤降，连累保守党民意支持率持续下滑。据《泰晤士报》报道，最新民调显示，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已落后主要反对党工党10个百分点，创8年来的新低。60%的受访者认为约翰逊应该引咎辞职。一些保守党议员向党内普通国会议员委员会主席布雷迪递交了对约翰逊的不信任信。据英国媒体报道，一些保守党议员私下表示，约翰逊已经成为该党的政治包袱，向他发起挑战取而代之只是时间问题。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英国军情5处向英国国会发出书面警告，怀疑华人律师李珍居是所谓中国间谍，但英方此时炒作间谍门，正是首相约翰逊深陷疫情派对门危机之时。您对此有何观察？是的，美西，我翻阅了一下英国媒体 BBC 的报道最具代表性，他们的标题是这样的 ：MI5 warning over Chinese agent in Parliament。军情5处就议会里的中国间谍发出警告。warning over 发出警告，连 accuse 指控都算不上，就连所谓中国间谍他们都打上了引号。可见英国媒体都无法就此事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因为英国当局根本没有拿出任何值得信服的实锤证据。事实上，当事人李珍居女士也并没有被相关部门起诉嘛，但她的名誉权，她所经营的律师事务所的业界口碑却已经扎扎实实的受到了损害。我强烈建议她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清白。这个事情确实挺诡异的，翻译一下就是英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向议会发出书面警告，怀疑一位英国公民很可能是中国的代理人，从事所谓政治干预活动。英国的职能部门公开怀疑自己的公民是间谍，却拿不出证据，这是疑罪从有，搞有罪推定吗？媒体嗅到了腥膻味，
一哄而上，先把人搞臭了再说，这就是海洋法系的骄傲干出来的事情吗？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位华人律师一度还是唐宁街10号的座上宾，各种国家荣誉、行业荣誉可没少拿。他也是许多英国政党、政治人物的捐献人，各种政治捐款有据可查。如今怎么就成了所谓中国间谍呢？只是因为他一直以来致力于搭建中英两国民间交往的桥梁吗？还是说剑桥5杰的故事深深印刻在了英国情报部门的脑海里，让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提防身边人呢？情报机构出来说几句，就算没有实锤，也难免让人惧怕3分。此事无疑会对英国的华人社区带来损害，提防华人、敌视华人的情绪很可能会被点燃。事实上，英国的反华政客们已经行动起来了。我必须要提醒一下英国方面，这样搞下去，首先撕裂的是英国自己的公民群体，伤害的依然是你们自己。对英国情报机构捕风捉影、炒作间谍门，中国驻英大使馆发公告严正回击。外交部发言人也嘲讽英方有人007电影看多了。您对此如何看？驻英大使馆短短一句话，有力回击了英国当局的不实指责。细品一下，这句话也挺诙谐的。我们确实没有必要，也不会去收买英国议员，我们不屑为之。但要追溯起来，英国人那可是这套玩法的祖宗啊！2战早期，德军以闪电战席卷欧洲大陆，各国相继投降，英国独木难支。为了让美国尽快参战，丘吉尔授意英国情报部门向美国派出了大量情报人员，试图让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这些情报人员有男有女，游说、贿赂、色诱、恐吓、暗杀，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向美国国会渗透，向罗斯福总统的幕僚渗透，向军界、商界、侨界渗透。搞不定关键先生，就搞定关键先生的枕边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所谓从事政治干涉活动的教科书都是英国人编写的。说美国有点远了，说近了香港。港英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是如何以华制华的？一旦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大势无法阻挡，就开始掺沙子、埋地雷。香港的政治人物，不管是成长起来的，还是尚未成长起来的，英国情报部门都会针对性地建立个人档案。这个人的性格、喜好，是否在英国留学，政治立场如何，是否拿过英国人的钱，弱点是什么，有过什么丑闻，公开的、尚未公开的，全部记录在案。1997年，英国殖民者临走前还暗地里发放了一大批英国护照，美其名曰买卖不成仁义在，实则是放长线钓大鱼，根本不舍得放弃对香港的遥控。所谓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早期在撰写的时候啊，有多少吃里扒外的香蕉人拿着英国人的钱替英国人办事？那些港独分子啊，背后的金主又是谁？事情败露后又逃往哪些国家？这些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了。所以，英国当局根本就没有资格指责中国搞什么所谓政治干预活动，都是千年的狐狸，跟我在这玩什么聊斋呢？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那句“某些人可能是007电影看多了”，在我看来已经很客气了。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洪都拉斯新总统月底将就职，邀蔡英文参加，蔡却罕见派副手赖清德出席。岛内舆论指出，这番操作充满政治算计，过境美国会否再次成为台独宣传噱头？洪都拉斯新总统在当选前后都曾公开表态要和台当局断交，后在美国施压下让步屈服。蔡政府再撒银弹收买洪都拉斯，真能买回人心吗？张明征在线分析。周六，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宣布，从印度采购3套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系统，交易金额达3.75亿美元，是印度史上最大一笔军火出口合约。菲律宾军方毫不掩饰，斥巨资买印度军火是为了南海。有观察就指出，3套布拉莫斯在南海掀不起任何风浪。需要警惕的是，今年是菲律宾总统换届选举年，各种势力趁机作乱，碰瓷南海。
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军购案是菲律宾军方一项为期5年的军队硬件现代化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总额约58.5亿美元，包括为该国军方早年购买的曾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越南战争中使用过的2手军舰和直升机进行现代化。布拉莫斯反舰导弹系统合约是其中的一项新军购协议，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军火出口订单，也是该型导弹的第一笔出口合约。2020年，菲律宾军费总额为约37亿美元，而这次购买3套布拉莫斯花掉3.75亿美元，占比超过10%。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周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一旦布拉莫斯导弹交付，菲律宾就将拥有第一种具有威慑力的武器。研制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布拉莫斯航空航天私人有限公司是印度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和俄罗斯切洛梅设计局于1998年成立的一家合资公司。印俄双方分别占公司股份的50.5%和49.5%。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设计代号为 PJ-10， 命名是为了纪念2条著名的河流：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和俄罗斯的莫斯科河。该导弹是以俄罗斯自用的 P800宝石超音速反舰导弹为基础研制，导弹全长8.1米，弹径670毫米，发射重量2.5吨，可携带300公斤常规弹头，采用小型整体式冲压发动机，速度2.5马赫，最大弹道高度1.5万米，高空弹道时的射程为300公里，号称是亚洲最先进的反舰导弹之一。象征的意义更大。菲律宾买来之后，它首先呢就是强调我有了这样先进的这种导弹，无论是对海攻击或者是对陆地攻击，起码它是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几百公里。再一个是超音速的啊，虽然它的性能比较好，但是真正的实战的效果，或者是在检验中的这种试验的效果啊，还未必能够真正达到啊，就是预先设计的这个指标。实际上，菲律宾长期以来一直都表示有兴趣购买布拉莫斯导弹。这个项目早在2017年就已经立项。2019年12月，菲律宾军方曾宣布准备采购2套布拉莫斯导弹，作为菲律宾武装部队2018至2022年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直接下令宣布停止从印度采购这款超音速导弹。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表示强烈不满，他对媒体强调，军方只是服从总统的命令。他还透露，总统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缺少足够的国防经费。当时，菲军方还证实，与印度的谈判已经进入采购程序的高级阶段。印军方甚至已经派出相关人员前往菲律宾进行培训。当时的舆论分析指出，杜特尔特既不愿意借助贷款来购买导弹，又担心国防力量受制于印度，也不想在南海生事端，是搁置采购布拉莫斯反舰系统的几大因素。外界对布拉莫斯导弹是否合适菲律宾也一直存在争议。印度《欧亚时报》承认，由于菲律宾武装部队长期以来都存在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的情况，菲律宾既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来部署这些导弹，也没有接受过培训的人力进行专业维护，因此菲律宾采购这些导弹究竟能不能发挥效果还很难说。当这个菲律宾把它买回来以后，特别是大家要注意啊，它的这个军事能力，特别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比较少的。那么，如果这样的导弹也像印度一样装在舰艇上，首先它没有这样的驱逐舰或者先进的护卫舰，因为你这个导弹要打出去，首先要先进的雷达，要有相应的关通设施来给你指示目标，不然的话，你这个导弹可能就找不到目标，就可能成为无头的苍蝇。所以它的体系是不完善的。与杜特尔特的不感冒相比，美国在这一事件上的反应格外兴奋。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文称，一旦被纳入菲律宾这种打击范围远达400公里的超音速导弹射程内，中国任何试图武力侵犯菲律宾主权的行为都需要三思而后行。美媒还极力渲染布拉莫斯的威慑能力，称它是世界上最快的超音速巡航导弹之一，配备有先进的隐形技术和制导系统，最大飞行速度接近音速的3倍，几乎不可能让目标有躲避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非国内大选将于今年5月9号举行，南海议题不出意外地成为菲律宾大选炒作的问题。尽管杜特尔特政府自2016年上台以来，在南海问题上一直传达和平友好的信息，中菲两国也就南海利益达成了合作开发的一致意见。但是菲律宾政府内，尤其外交部与国防部中的亲西方势力却多次唱反调。
比如说，去年以来持续发酵的牛鄂礁风波。2021年3月，中国200多艘渔船由于海况原因，在牛鄂礁附近海域躲避风浪，非防长洛伦扎纳却绕开总统府发表声明，将这些渔船污蔑为中国海上民兵船。非总统杜特尔特为此急忙出来灭火，在菲律宾电视台播出录像讲话，平息对华负面声浪。杜特尔特坚持与中国改善关系，并多次强调要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但菲律宾政府内部却时常出现与之相左言行的情况。有非媒体就指出，这可能是美国背后使坏的结果。在这种就是菲律宾内部的博弈中，它是有外来势力的，而且有一些呢，就是个人或者是党派，他是把南海呢来这个争端呢来说事儿，也当然也不排除他可能借着就是买了这样的。就是3套这样的先进的装备来说，比如说它的布置的地点在哪儿，比如说它的针对的目标是哪儿，都可以拿这个来作为借口，或者是说拿这个作为一种理由来为自己的就是个人或者是说某一个党派这个集团的利益来服务。再来关注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洪都拉斯新当选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即将在1月27日举行就职典礼。台当局预计将派出副领导人赖清德代替蔡英文参加此次典礼。而更为敏感的是，赖清德将借出访之机过境美国。蔡英文为何不亲赴洪都拉斯？赖清德与美方又会进行怎样的政治操弄？来看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报等媒体报道，洪都拉斯本月27号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日前传出获邀出席的蔡英文将指派赖清德前往致贺。对此，蔡英文办公室并未否认。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出席就职典礼的相关人选与计划若有定案，将适时对外说明。岛内媒体分析，一旦确定由赖清德出行，其主要有2大任务：一是以副领导人身份首次出访，对外展示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其次，巩固与洪都拉斯之间的外事关系，防止骨牌效应。按理说，目前在所剩无几的邦交里，有这么大的事情，蔡英文理应前往参加，但为何蔡英文要找个替身？外界分析认为，洪都拉斯新任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在大选之前亲口说过，当选后跟台当局断交。尽管在美国的干预和施压下，卡斯特罗通过助手收回了此话，但未来是否再生变化依然难料。蔡英文担心出访后，一旦很快就出现断交的局面，难免陷入十分尴尬的状态。相较之下，研判让赖清德代为参加，可承担断交给蔡英文本人带来的政治冲击。分析指出，蔡英文对民进党参加领导人竞争的人选有自己的考虑，不是赖清德，而是桃园市长郑文灿。因此，即便未来发生断交，可以借此质疑赖清德无法胜任领导人之位。但是，目前岛内各项民调都显示，郑文灿的支持率都远远低于赖清德。而赖清德方面，这个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是可以增加曝光度，更重要的是，其借机过境美国会晤美高层官员，也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被视为他竞逐2024的起手式。即便发生断交事件，赖清德也可以趁机强化台独形象，巩固深绿票仓。因为上次已经碰过一次嘛，2018年，蔡英文从这个8月的时候也是到中美洲去访问。回程的时候就被就大陆就宣布跟萨尔瓦多建交了，萨尔瓦多就跟我们断交了。所以为了避免想不到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尴尬，我想蔡英文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去吧，让赖清德去好了。而且也是2024年的潜在的候选人。蔡当局安排的赖清德此行也并非空手，而是提前送上一份伴手礼。台当局经济部周五宣布，自洪都拉斯进口的肉类、乳制品、马铃薯、牛油果等25项产品于当天起降至零关税。相关决议文件早于2019年3月由双方签订。路透社的报道形容，这是在西奥马拉卡斯特罗本月就职前，蔡当局给予他的政治好处。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台湾与洪都拉斯之间贸易额激增125%至1.48亿美元，极不正常。因为洪都拉斯的主要输台产品冷冻海鲜、咖啡、牛肉等产品的市场不可能1年内扩大1倍还多，因此显然是蔡政府有意为之。但是从洪都拉斯进口多了，从其他国家就进口少。
小了。蔡政府损害其他友邦的利益，也总有一天要付出政治代价。分析指出，蔡当局对洪都拉斯的拉拢与日前先后向立陶宛豪掷共计12亿美元如出一辙，本质上都是金元外交。不过，用金钱砸出的关系注定不会牢固。首先，洪都拉斯国内的内政需求是台当局维持邦交关系的空间所在，一旦未能满足需要，蔡当局很容易被抛弃。其次，美国介入的程度与成效才是决定洪都拉斯态度的关键所在。台当局尚存的邦交主要集中在洪都拉斯所在的中美洲地区，而这一地区一向以来被美国视为后院。但是，从美国既往对拉美政治力量的选择性态度，注定了其与洪都拉斯左翼执政党之间的巨大分歧始终存在。为维持执政，洪都拉斯也可能会在日后选择与台当局断交。基本上的这个就是中美的角力啦。那我们台湾能够就说发挥的作用啊，其实是很有限的，因为比试你强不过美国啊，如果美国压不住你，当然更压不住，对吧？洪都拉斯其实是因为有美国的压力，那这个压力能持续多久是很难讲，因为你看中美洲这么多国家，美国哪个没有施加过压力？他都施过压力，可是有些压力是不见效的。除了与洪都拉斯的关系走向外，外界更为关注的还是一旦确定由赖清德出访，将如何借机过境美国。历来台当局的在职高官外出，是否过境美国，用什么身份过境，过境什么地方，与哪些人见面，都是极为敏感的话题。赖清德曾在2020年2月赴美，当时他刚刚当选台湾地区副领导人，但未正式就职。赖清德虽以个人名义赴美，不过其行程不简单。在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陪同下，赖清德前往华盛顿，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彭斯共同出席早餐会，并在国会山庄发表简短演说，拜会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参加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与美国学者的闭门会谈。而此次赖清德已经不可能以个人名义在美停留。据台媒猜测，赖清德再次赴华盛顿的可能性很低，停留地点其中一个是美国西岸，以洛杉矶机会较高，但相关行程与会见人士仍在与美方进行最后确认。你回顾过去几年蔡英文这个过境美国的行程的话，其实特别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行程也不多了。可以想见，我觉得赖清德他要说是有所突破，还会比这个蔡英文所达成的这个成就更高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困难。外界预计，鉴于目前的中美关系，美国将千方百计利用赖清德此次行程大打台湾牌，继续搅动台海局势。不过，也有分析指出，自称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可谓台独头面人物。如果拜登政府与赖清德扯上太多关系，对中美关系会造成巨大伤害。因此，美方是否会一意孤行，做出出格举动，也值得关注。借赖清德的出访来做其他的这种操作，引起中美之间的不快，我觉得就是几率应该不会很高。可是呢，这是一个机会啊，对赖清德来说也好。他曾经说过，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所以他就是打着台独的旗号，自己给自己贴上了标签的。所以这是美国近距离观察赖清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澳大利亚法院终审裁决注销网坛名将德约科维奇的签证，且3年内禁止他入境澳大利亚。在澳网开赛前一天，德约科维奇被迫离境，他为何坚决不肯接种新冠疫苗而痛失参赛资格？直播港澳台稍后继续。欢迎回来。在经过10天过山车般的法律交锋后，3名澳大利亚法官周日给出了最终裁决，一致认定世界网球男单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败诉，他的签证被取消。
在周一澳网公开赛开赛前一天，德约科维奇乘坐阿联酋航空公司的航班从墨尔本飞往迪拜。他为何坚决不肯接种新冠疫苗而痛失参赛资格？对于动用国家主权取消一名全球知名运动员的签证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来说，他又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周日上午的庭审中，德约科维奇的律师主要针对没有证据表明德约反对疫苗进行无罪论述，同时表示没有证据表明德约科维奇参赛澳网会助长澳大利亚国内的反疫苗情绪。但澳大利亚政府方的律师表示，德约科维奇影响巨大，他继续参赛澳网将更强烈地向澳大利亚人展示反对疫苗的观点。3名法官一致裁决德约科维奇败诉，且不得再次提出上诉，以及3年内不得入境澳大利亚。德约科维奇发表一份简短声明，表示尊重判决，并会与澳方协商后离开。当天稍晚时候，德约科维奇乘坐阿联酋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境。一直强烈反对德约科维奇入境参赛的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发表书面声明称，对联邦法院的判决表示欢迎。1月5号，德约科维奇因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被墨尔本海关扣押的当天，莫里森就表示，规则就是规则，没有人能凌驾于规则之上。澳大利亚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以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为由注销德约科维奇是基于该国移民法第133C 3条赋予他的权利，符合澳大利亚的公共利益。但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炮轰澳大利亚政府，质问你们为什么要虐待德约科维奇？为什么不只针对他，还要针对他的家人和整个国家？周日最终判决后，武契奇再度发声，批评澳大利亚联邦法院驳回德约科维奇签证上诉的决定是政治性的。It was very easy for Australian authorities to sa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only vaccinated, only inoculated people could enter Australian territory, but they didn't say so. They were say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story, including this medical exemptions. And after that, they forgot about it and they wanted to create alleged p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were not principles at all.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目前尚不知道澳大利亚这一决定会引发何种外交后果，但澳大利亚在处理德约科维奇的签证事上多被批评有政治和司法的混乱。全球4大满贯赛事之一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于本月中旬至下旬举行，曾9次问鼎澳网冠军的世界男单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1月5号在入境澳大利亚时遭拒绝，在被墨尔本机场海关扣押8小时后，又被暂时转送到一家难民收容所，再被送到一家酒店隔离。澳大利亚海关指出，德约科维奇没有接种疫苗，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因此不准其入境。但德约科维奇强硬表示，他曾于去年12月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康复。他此前还向澳网主办方及维多利亚州申请6个月内曾染疫的医疗豁免，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不承认这一豁免，在机场海关将其扣留并注销签证。德约科维奇提出上诉，在周一的庭审中，澳大利亚法官推翻拒绝其入境的决定，但澳大利亚移民部周五再次取消了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并指出法院的判决不利于澳大利亚公众利益，会引发公众效仿，拒绝接种疫苗，破坏澳大利亚的防疫成果。